瓦格纳的反戈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踪及其权力象征的末日飞机的动向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对于此次俄罗斯局势骤变似乎有意保持低调克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来看报道。 据央视国际时讯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普京不计划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红番节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圣彼得堡也是瓦格纳集团的总部所在地。1年1度的红番节是庆祝俄罗斯中学生们毕业的节日。在近期紧张的安全局势下，圣彼得堡市也加强了安保措施。俄罗斯警察部门和内务部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安保。进入涅瓦河畔活动现场的观众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受瓦格纳集团事件的影响，今年红番节的观众人数与往年相比有所减少。但是在今天的采访中，我发现，至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多数民众仍旧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而在当天，据飞行航班信息平台 Flight Trader 24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俄军的图214 PU 空中通信与指挥机已经升空。 图214 PU 几乎是普京专机的影子。在2020年初，普京访问土耳其和叙利亚时，搭乘的是伊尔96 300 PU 专机，伴随的就是图214 PU。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称，图214 PU 是著名的末日飞机，相当于美军的14B 空中指挥机。这一概念源于冷战时期，当年的美苏两国在具备了洲际核武器全面摧毁对手的能力后，都产生了一旦核战争打起来，应该如何有效指挥本国军政体系的考虑。 而末日飞机就是专门为核战争爆发时，从机上指挥包括洲际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核力量实施反击而研制的。俄罗斯现役的末日飞机还包括伊尔80核指挥机和伊尔82通信中继飞机。2010年5月9号，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阅兵式上，一架伊尔80指挥机在4架米格29战斗机的护卫下飞过红场上空，这也是伊尔80指挥机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成为阅兵的最大亮点。 而图214 PU 作为俄新一代末日飞机，则是在图214民用飞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去年3月17号，在俄乌冲突发生不到1个月时间内，包括图214 PU 在内的22架俄军特种飞机突然从莫斯科附近机场集体升空向东飞去，当时就引发西方国家的疯狂猜测，怀疑俄军是不是准备发动核大战。 分析认为，在瓦格纳的反戈这一类危机发生背景下，俄罗斯的核部队通常会有相应的反应，比如加强核武器、核设施的保卫。为了防止其他有核国家，尤其敌对有核国家利用国内叛乱，核武器部队也会通过一些动作释放信号。 这个事件能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当下的这个俄乌冲突的进程中，俄罗斯的核武器、核武库的安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在过去的10几个月这个常规冲突过程中，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呢，一旦出现这个突变的事件呢，美国和欧洲包括其他大国对于俄罗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份，也就是全球核大国这个身份的关注呢，一下子上升到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尽管瓦格纳集团的哗变暂时落幕，但美西方国家依然保持高度关注。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人通话，讨论俄罗斯局势，又再度表明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此外，拜登还在当天上午听取了关于俄罗斯的最新发展简报。参加简报会的美国高级官员众多，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及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而包括布林肯、奥斯汀等在内的拜登政府高官，也先后通过个人社交平台或发言人表示，随着局势持续发展，自己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将保持密切协调，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取消了原定于25号开始的对以色列和约旦的访问，以监测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件。报道称，这表明了华盛顿对这一切非常重视。 沙利文也取消了原定周末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行程，改为线上参会，这样他就可以留守以继续关注局势。但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对事态本身的态度也趋于谨慎，很少公开发表评论。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俄罗斯宣布普里戈任及瓦格纳成员的行动为叛乱之际，美国国务院向美驻外使馆发出明确指示，要求他们就俄罗斯当前形势保持沉默。这份指示专门提到，对于东道国政府的询问，未经华盛顿事先授权，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不应主动与东道国政府官员接触。另外，使团不应直接回应任何媒体询问。有观察指，美官员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事态进展之迅速超乎他们的预期。事实上，据《纽约时报》24号爆料，美国情报官员早在21号就向美国军方和政府高层官员汇报，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戈任正准备对俄高级国防官员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表明美国知道俄罗斯即将发生的事件，情况类似于2021年底，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但这一次，美情报机构则对普里戈任的计划保持沉默，原因在于他们不希望让普京指责美方策划了一场政变，也对帮助普京避免遭遇尴尬的分裂毫无兴趣。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孙兴杰也认为，美西方的谨慎态度，首先是因为事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次这些国家也担心授人以柄会被俄罗斯认为是瓦格纳事件背后的支持者，这就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下场威胁俄罗斯政权安全。那么这个带来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和挑战，这个也可能会触发俄罗斯对于核武器的一个使用的条款或者门槛，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兵变爆发之后呢，这个美国和西方，包括他的外交官，包括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美总统拜登，其实呢，几乎是没有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就是说还要看一看。《华尔街日报》24号还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瓦格纳集团的行动导致俄国内局势出现变化之际，美方将推迟针对瓦格纳实施新的制裁，理由是华盛顿方面不希望在这件事上显得偏袒任何一方。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务院原计划在27号宣布对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业务实施新的制裁，其中涉及在中非共和国的一项矿业项目。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瓦格纳集团拟从单纯的私人军事承包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复杂商业联盟和关系以及多家关联企业的集团。除了提供安保和军事服务，它也涉足采矿、伐木、保护车队、监控海关、酿酒等各个能赚钱的领域。一些西方官员和专家认为，与在乌克兰参战相比，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迅速扩张更令人担忧，认为若不加以遏制，该组织可能在未来成为严峻的全球威胁。去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形容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活动威胁稳定、破坏善治、掠夺国家的矿产资源与侵犯人权。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由于担心瓦格纳集团持续壮大会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广泛冲击，欧美官员近期频频同非洲官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如何遏制瓦格纳集团的扩张。此前，美国已经对该集团实施了多项制裁，理由是指控其涉嫌参与所谓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包括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的活动，以及该集团参与俄乌冲突。此外，包括欧盟、瑞士等在内，此前都已宣布制裁瓦格纳。乌克兰方面也利用瓦格纳集团搅动俄罗斯局势的这一天，向多个方向发动攻势。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表示，东部集团军向奥里科沃、瓦西里夫卡、巴赫穆特、博赫达尼夫卡、亚西德内、克里什基夫卡和库尔迪尼夫卡进攻，且都取得进展。此外，乌克兰也趁机发动舆论攻势。乌防长列兹尼科夫24号就通过视频向俄罗斯士兵喊话，称你们被欺骗和背叛了。Твоя война не тут, не в Украине. Война уже у тебя дома. Иди домой, защищай свой дом, обними своих близких. Мы не будем стрелять тебе в спин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24号晚的例行视频讲话中挖苦俄罗斯。Взагалі нічого, просто повний хаос, повна відсутність.якоїсь передбачуваності. І чим дольше ваши войска будут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й земле, тем больше развала потом принесут они в Россию.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瓦格纳之乱在24小时内峰回路转，白俄罗斯总统为何会介入调停？事件以戏剧化的方式爆发，却又以戏剧化的方式戛然而止，危机真的平息了吗？是的，郑倩。一觉醒来，瓦格纳反了；又是一觉醒来，瓦格纳撤了。不禁让人感慨：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上一次让我惊坐起的还是去年2月24号，俄军空降兵大机群向基辅突击，拉开了俄乌冲突的序幕。这一次让我有同感的，无疑就是瓦格纳这场说走就走的武装叛乱。值得庆幸的是，局势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得到了有效管控。瓦格纳的机械化营在 M4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兵锋只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普京与卢卡申科的一通电话挽救了危局。用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是，卢卡申科个人认识普里格任已经很长时间了，大约20年吧。他提出出面斡旋，并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认可。随后，卢卡申科与普里格任展开了马拉松通话。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外界是尚不得知，但从结果上看，一场可能席卷俄罗斯的军事叛乱就此平息，这无疑是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有人要问，为什么是卢卡申科啊？为什么是白俄罗斯出面调停呢？我想，除了普里格任是普京与卢卡申科共同的老熟人以外啊，最大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在俄乌冲突这场更大的危机面前，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利益是高度捆绑的，已经处于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事实上，在瓦格纳之乱的24小时之内啊，吉安组织内部的许多国家都处于一种搞不清楚状况的观望状态。只有白俄罗斯方面是对莫斯科做出了迅速而有效的反馈。白俄罗斯可不得迅速反应吗？看看地图就能明白，眼下的俄乌冲突虽然白俄罗斯并未直接参战，但是俄军在去年一度是借用白方领土作为出发阵地，向乌克兰北部发起进攻。在西方世界的眼中，白俄罗斯之于俄罗斯，正如在普京眼中波兰之于乌克兰一样，已经属于是准介入的状态了。在这样的犬牙交错之下，白俄罗斯自然不能放任俄罗斯内部出现重大危机，否则俄乌战场上的压力就会像决堤的洪水那般殃及池鱼。那么瓦格纳之乱的危机是否真的平息了呢？我想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首先，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与俄罗斯国防力量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机确实暂时解除了，但是瓦格纳之乱所折射的许多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在当下恐怕还没有答案，但这些问题恐怕并不会随着普里格任的自我放逐迎刃而解。瓦格纳之乱在24小时之内迎来了峰回路转，装载着俄式主战坦克的瓦格纳拖车在国内高速公路上进行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折返跑，宛如1年前俄军精锐的劲坦4师在乌克兰的高速公路上折返跑一样荒诞。俄罗斯空天军在过去的24小时里，被瓦格纳的防空导弹击落了7架飞机，其中大部分是极其珍贵的高技术装备。这甚至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空天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而在这短短的24小时里瓦格纳3个字在西方媒体的版面上一度从恐怖分子变成了所谓自由战士，随后又变回了恐怖分子。这恐怕是特别军事行动给人类历史留下的诸多隐喻。瓦格纳之乱终归平息，从规模上看，它终究算不上是多大规模，连1917年的尾巴都摸不着。但从影响上看，它无疑是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另一方面，美西方似乎也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与一众盟友通话商讨局势，却没有对瓦格纳之乱做出更多倾向性的表态。那么，吴先生，您如何看待美西方的取态呢？其实在美西方眼中，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一度是普京的所谓私兵，是俄罗斯地缘博弈工具箱里负责干脏活的某种工具。直到俄乌冲突发生瓦格纳集团的曝光率才是空前的增加了。去年，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发起反攻，俄军北线进行了战术收缩。那么，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在俄军动员没有完全到位的前提下，扮演了战场救火队的角色。他们更是在巴赫穆特战役中以极其强悍的攻坚作风打响了名号。尽管普里格任多次公开喊话，甚至是叫板俄罗斯国防部与俄军总参谋部，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认知里，瓦格纳一直被认为是普京用来啃硬骨头的地狱尖兵。但仿佛在一夕之间，瓦格纳掀起了一股反叛风暴。我相信美西方在第一时间也是愣住了。他们首先要研判，这到底是不是又一次普里格任式的战略欺骗呢？直到瓦格纳的防空导弹把俄军直升机击落，一度在吃瓜的美西方各国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居然是认真的。
那么，拜登与一众北约盟友们为什么没有马上公开表态支持瓦格纳呢？我想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具体而庞杂的问题，自是体大，需要谋定而后动。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普里格任以及他率领的瓦格纳集团，经过俄乌战场的催化，已经逐渐淡化了拿钱办事的雇佣兵底色，如今更像是一支正规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诉求不仅仅是要求普京撤换俄军高层，而是进一步扩大国防动员规模，将俄乌冲突扩大为俄乌全面战争。这种试图劫持俄罗斯战略决策方向的危险行为，无疑是令美西方国家皱眉头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普里格任以及瓦格纳或许没有一举攻入莫斯科，令俄罗斯改其意志的能力，可一旦将俄罗斯政局这池水搅浑了，一个全面动荡的俄罗斯，是否真的是美西方想要的呢？届时，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外溢成为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全面战争，这可能就是全人类的一场浩劫了。更何况，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联合国安理会5常之一，它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可不是寻常国家可以比拟的。普京与拜登就算闹得再僵，最起码的战略底线与默契还是要遵守的。这在过去1年多的俄乌战场上已经多次经过验证。最后，也是最实际的，美国与北约盟友们非常迫切需要研判瓦格纳之乱会给俄乌战场态势带来怎样的变化呢？要知道，普里格任发动的这场武装叛乱，恰好发生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这座城市位于亚速海沿岸 ，M14高速公路由这里出发，先后连接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和梅里托波尔3座乌克兰的关键城市。那么这3座城市的北面方向有一条由俄军第58集团军镇守的防线。6月以来，刚刚挫败了乌军的数次大规模反攻行动。这就是我说的瓦格纳之乱的蝴蝶效应，可大可小。普里格任一举夺取了俄军扎波罗热集群的主要后勤节点城市。那么，倘若这座城市陷入了混乱，那么缺乏补给的俄军第58集团军的正面防线是非常可能崩盘的。这也是为什么普里格任的行为被普京以及一众将军们痛斥为背后捅刀子。所幸这一幕并没有真正上演，却足以让莫斯科惊出一身冷汗。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